在全世界最有钱的企业家中，犹太人占近一半。石油大亨洛克菲勒、华尔街巨头摩根、股神巴菲特，这些享誉全球的超级富豪，他们都是犹太人。作为全世界最聪明的种族之一，犹太人赚钱的第一条法则就是用脑子。他们把自己的赚钱经验总结起来，写进塔木德里，并世代传承。今天我总结出11条富人思维，体会犹太人的智慧，养成吸金体质，财富自然会找上你。以小麦思维，塔木德中有句话，可以将小麦借给佃户做种子，但做种子的小麦不可食用。什么意思呢？犹太人认为，作为种子的小麦就必须种进土里，让它们生根发芽，产出新的小麦。但如果把它们磨成粉，做成面包果腹，就是纯粹的消费行为，无法产生任何价值。换句话说，就是把本金拿来挥霍，你就永远无法摆脱贫穷。只有学会让钱生钱，你才能真正变富有。洛克菲勒从小就对此深信不疑。中学毕业时，他向父亲借走$1000，和好友一起开了家公司，积累了一点本金。1860年，他看上了石油行业，但当时油价过高，他考察了市场行情，决定默默等待时机。3年后，当原油价格跌至$10时，他认为种子发芽的机会到了，于是他卖掉手头的公司，购入大量的炼油设备，很快便赚得盆满钵满。成为富人后，他并没有把赚到的钱用来消费，而是继续把它当本金，投资在炼油的新技术上。就这样，他一步步扩大商业版图，垄断了美国的石油产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石油商人。而他这些年种下的小麦也终于迎来了高产。巴菲特有2句践行终身的名言，第一句，永远记住保住本金；第二句，永远记住第一句。作为普通人，我们一生能赚钱的时间和机会都是有限的，只有以不损失本金为第一原则，我们的资本才能不断积累，让钱像雪球一样滚起来，财富才会源源不断地来到我们身边。赚钱从没有捷径，当你能保持本金的增长，你就已经走在了致富之路上。2、微笑思维。心理学家认为，青少年的微笑程度能预测他们成年后的赚钱能力。他们通过研究发现，爱笑的青少年在29岁时的收入水平比平均值高出10%，而不爱笑的青少年则比平均值低30%。这就意味着，拥有微笑思维的人往往能赚到更多钱。犹太人将此奉为圭臬，并在塔木德中写道，微笑带来的是滚滚财源。在书中有一个销售高手威廉·怀拉，靠着推销寿险年入100万，而他赚钱的秘诀就在于他拥有一张令顾客无法拒绝的笑脸。不过，这张笑脸并非天生，而在于后天的苦练。他也曾一次次被客户拒之门外，但他没有气馁，而是回到家拼命练习微笑。为了达到最佳效果，他在家中贴满了明星的笑脸，还买了一个大镜子，以便能随时调整表情。就这样，他逐渐掌握了微笑的精髓，练成了那张价值100万的笑脸。他说，微笑不仅是一种表情，更是一种思维习惯，而拥有微笑思维的人更容易和客户拉近关系，也更容易从中获益。唐纳·希尔顿曾说，微笑是最简单、最省钱、最可行的服务，更重要的是，微笑是成本最低、收益最高的投资。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生意都是人与人价值的互换，而拥有微笑思维，人就能放大自身的优势，获得对方的好感。经常对他人绽放笑颜，别人也会愿意为你的价值买单。多去微笑吧，把笑容当成你致富的力量，你成为富人也将指日可待。36美分思维。塔木德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犹太人走进纽约一家银行，对贷款部经理说，我想借些钱。经理问，好啊，你要借多少？$1，可以吗？当然可以，只要有担保
再多点也无妨。犹太人从皮包里取出一堆股票，放在经理的写字台上，总共50万美元，这些担保够了吧？当然够了，只要您支付6美分的利息，1年后归还本金，我们就能把这些股票还给您。说着，经理收起了股票，并把1美元递给了他。犹太人接过了钱，道了声谢谢，就准备离开。正当他快要走出银行大门时，一直在旁观看的分行长赶紧追了上去，并说道：不好意思先生，我实在不明白，您拥有50万美元，为什么只借1美元？要是您想借更多，我们也是很乐意的。犹太人却笑着说：请不用为我担心，我来贵银行之前问过了几家银行，他们的保险箱租金都很贵，所以嘛，我准备在贵银行寄存这些股票，用6美分换取50万美元的安全，实在是太划算了。有时候思维的杠杆就是如此强大，仅仅是将租用思维转变为借钱思维，犹太人就安全地保住了自己的本金。正如比尔·盖茨所说，打开思路，万物都可以赚钱。思维局限，人就看不到更多可能，不懂变通，也只会让我们吃亏受损。这个世界上处处都可能是通往宝藏的地图，此路不通时，不妨学着让思维拐个弯，说不定赚钱的秘密就藏在你的灵光一现中。在我们进一步深入话题之前，想要请各位不要忘记订阅才知道频道，我们会继续为大家解锁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带领各位一同走上财富的真正之路。4、游戏思维。犹太人在《塔木德》中写过这样一句名言：金钱不神圣，不是高不可攀的圣物。在他们看来，金钱如同衣服一样，不过是一件有用的物品。许多犹太大亨手中掌握着数以千万的财产，却从不会因财富的多寡而产生心理负担。他们这样形容自己的状态：在赚钱的时候，你就进入了一个游戏的世界。作为游戏的参与者，你要不停地和对手进行较量和角逐，只要你超越了所有人，最后的胜利就必然属于你。金融家摩根就秉持着这样的观念，在谈到投资时，他总是说，玩扑克的时候，你应当认真观察每一位玩者，你会看出一位冤大头，如果看不出，那这个冤大头就是你。身为百万富翁，摩根喜欢赚钱，却从来不为金钱而活。当别人都在花钱买名车、买豪宅的时候，他只是认真研究着当天的股市行情。有同事不解，问他：你这么有钱，为什么还如此努力呢？摩根却说：金钱对我来说不重要，而赚钱的过程及不断地接受挑战才是真正的乐趣。视金钱为平常，把赚钱当玩乐，这种游戏思维才是犹太商人的高明之处。玻璃大王曹德旺说过，千万别把钱当真，钱就是用来玩的。把赚钱的过程当作一场游戏，通过不断打怪升级，把阻碍在自己面前的难题一一解决。你沉浸在过程中，忘记了得失心，放下了虚幻的荣耀。等到你游戏通关，金钱也不过是你获得胜利的附属品。5、棉花思维。如果一个人没现金又没存款，如何才能在他们身上赚到钱呢？塔木德中，雷曼兄弟就是在这种困境下创造了100万销售额的传奇。1844年，一个名叫亨利·雷曼的犹太人移居到了美国某地，和2个弟弟做杂货生意。当地农民收入不高，只能靠种植棉花产生的微薄利润过日子。如此一来，农民的购买力非常低，雷曼店里的商品也就难以销售出去。怎么办呢？雷曼思来想去，把眼光放在了农民的棉花上。他认为买卖的本质是共同获利，不能只想着自己赚钱，也得解决农民的难题。于是他鼓励大家用棉花来换取日用品。这样一来，既能吸引那些没有现金的顾客，带动店内销售，还能为农民提供便利，让他们无需跑到外地去卖棉花，也能买到需要的东西。靠着这种方法，雷曼兄弟的生意越做越好。没过多久，他们就成了当地有名的富商。
犹太人中有一句名言，即使撤销合同，也要确保双赢。一个人如果只想从别人身上赚取利益，很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只考虑自己，财运也会从他身边绕道而行。很多时候，为别人赢得有利局面，其实就是在给自己铺财路。当你学会用共赢的方式去做事，赚到钱也不过是自然而然的事。6. 送水思维。有位犹太穷小子做了很久的送水工作，每天干的事就是不断的送水。有次他看到了有个小孩在桶装水后面贴贴纸，他突然就开窍了，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决定，不再卖水，而是直接免费送水。这样看上去很傻的行为，直接让他一年赚了几十万，还有了一个大生意。他只收1块钱陪送费，其他1毛钱不收，简单服务了几十个客户。这等好事必然是一传十，十传百，一下子他就多了1万多的客户。重点来了，他把这些客户用数据的形式整理了一下，然后去找各种商家谈合作。他表示自己有非常多的忠实客户，可以在水桶上给商家打广告。水桶的宣传效率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桶可以贴多个广告，而且水桶摆放的地方也一定是很常见的地方，这意味着曝光率是管饱的，所以很多商家愿意和他合作。当商家尝到甜头之后，小伙又和他说，通过水桶宣传来的客户如果消费要收佣金，商家已经尝到甜头了，并且也是在客户消费之后自己才要分钱出去了，所以欣然答应了。小伙赚得盆满钵满。这个故事里蕴含了很多有价值的智慧，但我觉得最能帮我们翻身逆袭的智慧还是中介思维。小伙其实就是中介，通过分别满足这两方的需求，把消费者和商家对接起来了。消费者缺免费的水，小伙就给他们；商家缺宣传机会，小伙给出去的桶就能用上。做中介能大幅度提高我们的人生效率，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你一个朋友想找女朋友，一个朋友想找男朋友，你做中介对接一下就能蹭顿饭。他们如果感情好，还会非常感激你。你在这里面付出的东西真的不是太多。你会发现，当下那些最赚钱的 App， 本质其实都是在做中介。比如某团购 App， 其实就是满足了消费者和商家的需求，让消费者更加清晰直观地找到自己想去的商家，而商家则是有了更多曝光。除此之外，他们不需要做太多的事，就可以两头抽成。尽快开始养成中介意识，尝试去对接不同的需求，在付出很少的情况下，就能做到收益惊人。即22:78思维。犹太人这个思维看上去很复杂，其实和28定律差不多一个意思。这个世界上80%的人拥有20%的财富，20%的人拥有80%的财富。理解这一点，我们的创富效率会大幅度提升。举个例子你就懂了。我认识2个销售，一个学校出来的，5年之后，第一个销售还在底层挣扎，而第二个销售有房有车有娇妻，月薪5万。第一个销售是这样工作的，任何一个进店的客人，他都会全力以赴地去服务他们，绝对不区别对待。这样看上去似乎没什么不妥。第二个销售是这样工作的，任何一个进店的客人，他都会提供基本的服务，但他非常的小气，只有实力的客户，他才会全力以赴地去服务。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很现实的行为，对这种行为非常反感。但我告诉你，这样的行为就是在运用22:78思维，让自己疯狂获益。投入大量的本金到高回报的投资里，能不大量获益吗？第二个销售做的就是这件事，他把自己的时间、精力都留给了那拥有80%财富的客户，他们只要稍微关注一下他就能得到很多好处。第一个销售的行为太过于公平了，这就导致他有很多精力投入到了没法给他带来太多回报的那拥有20%财富的人里面，带来的收获极其有限。这一点思维是可以延伸，让我们人生的方方面面都更好。比如交朋友这件事，很多人交朋友很随意，这就有可能把很多时间和精力花在了没法给自己带来什么帮助的朋友身上，变得越来越普通。但搞懂22:78思维，
我们就会把更多精力时间花在那些有价值的人身上，和他们交朋友，自己也不断地从中获益。你手头有10件工作上的事情待处理，很多人处理起来毫无章法，而懂这个思维的人可能会找最重要、影响全局且紧急的事去处理。22:78思维其实就是在呼吁我们把自己所有的东西尽可能花在最重要的那些事情上。要找到每件事里的重点，其实很简单，什么点能轻易地影响全局，这就是重点。你的价值决定了你的人脉，这点太重要了。很多人就是没有搞清楚人脉的本质，盲目去追求所谓的虚假人脉，导致自己浪费了大量时间精力，严重影响个人发展效率。他们觉得只要经常和别人打交道，就能获得很多人脉，人脉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翻身的机会。但人脉的本质其实是价值，你越有价值，你的人脉就会越多越牢固。人性的本能是追逐利益的，当你没什么价值的时候，别人如果还愿意成为你的人脉，就违背了他们的本能。其实换个角度思考一下，如果有一个人对你带来不了任何帮助，还每天打扰你，你会想和他做朋友吗？根本不会。但如有另外一个人，他特别懂你，知道你什么时候会难过，知道你在乎什么，你一定会非常愿意和他相处。这正是因为这个人对你而言很有价值，他给你带来了很多好处，心理上、物质上的好处都算。所以如果我们想好好利用人脉帮自己翻身，不要再浪费一丁点时间了，直接去全方位地提升自己的价值，努力给别人带来好处，不需要做其他额外的太多东西，你的人生自然而然地会变好。思维到不了的高度，脚步也无法抵达。有这样一个寓言故事，一个穷人在佛祖面前痛哭流涕，抱怨凭什么富人天天悠闲自在，自己却总是吃苦受累。佛祖问，要怎样你才觉得公平呢？穷人说，要让富人和我一样穷，干一样的活。佛祖同意了，他把一位富人变得和穷人一样穷，并给了他们每人一座煤山，挖出来的煤可以卖掉。穷人习惯做苦力活，很快就挖了一车煤，卖了钱，大吃大喝。富人没干过重活，傍晚才勉强挖了一车，换来的钱他只买了几个馒头，其余的钱都留了起来。往后的日子里，穷人继续挖煤，富人也挖煤，慢慢用攒下来的钱招募员工替他挖。时间一长，穷人累死累活只挖了煤山的一角，赚来的钱都用在吃喝上，没有存到1分钱。而富人早就指挥工人挖光了煤山，他用卖煤赚来的钱投资做买卖，很快又成了富人。看完这个故事，试问你是故事中的穷人还是富人？事实上，决定一个人贫富的关键，往往就在于人的思维。经济学家尤努斯就曾说，穷人之所以穷，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思维局限。你有什么样的思维，就会过上什么样的人生。八聋子思维。20世纪初，一位英国商人计划在非洲大草原上建立野生动物园。为了能更好地展示动物的凶猛，如何将笼子造得更大更牢固是最大的难题。他请来很多专家，却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除非把笼子造得看不到边界，否则动物园体现不出野生和自然的特点。但这样所需的成本将远超预算。在旁的清洁工随口说了一句，为什么在笼子里的一定是动物？商人听完轻蔑一笑，认为清洁工异想天开，继续往笼子建造上面投入资金。但是在场的另一位年轻商人却听进去了，他设计出一种特殊的观光车，把动物放出笼子，将人装进笼子。靠着这种观光车，他建立了世界最大的私人动物园，赚得盆满钵满。他就是英国传奇商人卡尔根贝克。而第一位商人深陷笼子思维，投入大量资金却一无所获，产业都被卡尔根贝克收购。叔本华曾说，世界上最大的监狱是人的思维意识。很多时候，局限一个人的不是环境，不是能力，而是固有的思考方式。当你遇到瓶颈时，试着提醒自己，山不过来我过去，此路不通换条路。从既定框架中跳出来，以不同的视角看待生活，
你的人生或许就再也没有边界。9、晴天思维。俗话说，晴天被伞，雨天不愁。可穷人眼中只有眼前的晴天，看不到未来的雨天。深度思维中有一个故事：20年前，一个清华高材生去钢铁厂做技术员，他学历高又肯吃苦，很快就升职加薪，做到了管理层。同时，他也发现钢铁厂效益下滑严重，传统行业正在萎缩，互联网时代即将到来。思量再三，他决定辞掉钢铁厂的职务，进军电商行业。众人不能理解，劝他守住铁饭碗，不要整日幻想。但他已经看清所谓稳定下的暗潮汹涌，坚决离开。10年后，他创办的电商公司年利润已达1000万。而那些守着铁饭碗的人，失业的失业，降薪的降薪，很少有人再有更大的作为。很多人不曾经历风雨，便以为生活总是一帆风顺。可在这日新月异的时代，你永远不能预知黑天鹅会从哪个方向飞来。动作娴熟的收银员可能会被智能收银台取代，技艺高超的绘画师纷纷下岗。晴天思维会让你看不到潜藏的风险，可暴风雨早晚会来。别等到时代的巨浪出现在眼前，才发现自己无能为力。让自己时刻保持危机感，去成长，去进步，去拥抱一切可能性。只有这样，才能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始终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10、电梯思维。来看一张图片，空旷的楼梯只有一个人，狭窄的电梯却挤满了人，仿佛越是人多的道路，就越是容易让人跟随。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听说股市赚钱，便盲目入市；见短视频火了，就想干直播；看同事都在考公，也报名考试班。结果炒股血本无归，直播人气惨淡，考公难以上岸。世间无数人就是这样陷入电梯思维，跳进了被安排好的圈套。走别人的路，只会让自己无路可走。就像巴菲特讲过的一个故事，一个小镇，一位商人开了一个加油站，生意特别好。第2个商人来了后，也跟着开了一个加油站。第3个、第4个，小镇上的加油站越来越多，生意也越来越惨淡，后面来的商人都赔了个底朝天。美国作家罗伯特·清崎在《富爸爸穷爸爸》一书中写道，在积累财富的过程中，最困难的事情莫过于坚持自己的选择，而不盲目从众。稍作观察，你就会发现，能够脱颖而出的人，往往是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这种人不会跟风行动，拒绝情绪传染，能分辨是非真伪，做事前都会多想一想。也正因如此，他们才牢牢抓住了生活的主动权。很多时候，抬头看路比低头拉车更重要。找准自己的方向，坚持深耕，才能在岁月的积累中悄悄拔尖。11、便宜思维。我在底层的生活。作者芭芭拉·艾伦瑞克曾记录过20位同校毕业的大学生，他们的家境、成绩、能力都旗鼓相当，10年后却出现了极大的贫富差距。艾伦瑞克集中采访了最为贫困的6个人，发现他们的经历非常相似。上班后贪图便宜，选择住在偏远郊区，每天要花大量时间在路上，因此他们用来自我提升的时间越来越少，渐渐成为一个工作机器，无力做任何其他事情。艾伦瑞克在书中写道，穷人思维有个很大的误区，就是把钱看得太过重要，财富只会流向最匹配他的人。拥有便宜思维的人往往不愿去做有利长远发展的自我投资，因此陷入贫穷的循环。而拥有富人思维的人从不会在提升自我上吝啬，因此能取得更高的成就。即便大家在同一起跑线，深陷便宜思维的人也会因为不愿花钱成长而慢慢掉队。有句话我一直很认可，你所赚的每一分钱都是认知变现，你所亏的每一分钱都源于认知缺陷。世界瞬息万变，新兴技术业态不断涌现，各行各业都面临着颠覆性变革。绞尽脑汁的省钱，远远比不上不断用钱增值自身。
把钱花在有意义的事情上，那些你不遗余力的自我投资都会在未来看到回报。认知红利中说，你这辈子的成就最终能达到多高，是靠你的思维模式支撑起来的。思路决定出路，思维到不了的高度，脚步也无法抵达。请永远记住，比贫穷更可怕的是走不出穷人思维的怪圈。持续不断在世上磨，在尘中悟，终有一天你会跳出禁锢自己的圈子，看到更大的世界。听过一句话，财富的本质就是思维的变现。脑袋空空、思想单一的人，只能囿于眼前，与财富擦肩而过。而当你打破思维的茧房，看到盲区之外的世界，赚钱的机会也会随之浮现。正如塔木德中所说，思维能够帮助你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和利益。如果你现在苦于贫穷，找不到破局的切入点，不妨先转变下自己的观念，学着像富人一样去思考。当你改变了自己的思维模型，突破了自身的认知局限，财富自然会流向你。关注我，我是财之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